在深度睡眠当中，当思想和感觉停止运行时，它仍然停留在有限的世界和自我之间。这个层由至高无上的幸福组成。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哥。针对印度神童阿比亚阿南德的最新视频，前几天呢，咱们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和解析。内功阿比亚，外功飘飘然。这期仍然迎合小伙伴们的期待，对他的上一期的预言进行进一步的大胆的脑洞和深扒。上一期咱们讲到了阿比亚所提到的精神 DNA， 土星的蓝色射线。咱们从精辟的精神 DNA 的概念介绍了其起源和中国人的空白，以及和业力法则的联系。咱们还提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之父和荣格的集体潜意识，以及土星的蓝色浪潮射线和10月31日的蓝色血月，以及巫女也疯狂的蓝色，不谋而合，天人合一。整个的分析跌宕起伏，悬念重生，智慧探索，环环相扣。没有看到的小伙伴们可以回去翻看，我们会把链接呢放在左上方或者是在视频的下方。今天咱们继续深扒 Kosha 封闭的盒子和我们就是地球。那么我们就从 Kosha 封闭的盒子说起。阿比亚讲，当各个行星包括土星和木星在某个星座中汇合时，这次是在摩羯座，这样呢就形成了 Kosha， 而 Kosha 被称作封闭的盒子。原意的 Kosha 来自于古老的印度教及吠陀经文当中，通常被称为壳，是阿特曼的遮盖物，而阿特曼呢是指自我或者本我。对于人体来讲，共有5种神秘的有形的和无形的 Kosha 这种壳，而这5种壳就像洋葱皮一样包裹着本我。在吠陀经中，包括形体壳、能量壳、思想心灵壳、智慧壳和极乐壳。这5个壳涵盖着许多的物理和哲学的内容，其中形体壳指的是有形的皮肤、骨骼、肌肉等等，也就是肉身的人体。能量壳是指呢身体和心灵充满活力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它遍布了整个的生物体，其一种物理表现就是呼吸。只要有机体中存在这一重要原则，生命便会继续。结合着身体的器官，它形成了重要的壳。另外一种叫精神壳，是指由法力或者是精神组成的，头脑与感官器官或感觉器官一起被认为构成了思想心灵壳，其与人格有关。阿迪山卡拉哲学大师将其比喻为风吹起的云层，并再次被风驱走。同样，人的束缚是由思想引起的，而思想就像风一样，同时自由也是由思想所引起和吹走的。智慧壳，智力与感觉器官的结合，它具有知识的功能，并通过身体器官等来识别自己。再一个就是极乐壳，极乐壳是由幸福组成的，它是5个壳中最微妙的一个。在奥义书中，壳也被称为因果体。在深度睡眠当中，当思想和感觉停止运行时，它仍然停留在有限的世界和自我之间。这个层由至高无上的幸福组成，被认为是最内心的。极乐壳通常是在深度睡眠时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清醒的状态下，它仅有部分表现。极乐壳是对阿特曼，也就是本我的反应，是真实美丽的绝对幸福。所有的壳
都是由5种要素组成的，其为地球、水、火、空气和以太，并且相互渗透，都以相应的微妙的情况存在着。这个对于封闭的盒子的解释，似乎让我们掉进了佛学或者是禅学当中。这里主要想重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封闭的盒子其实是一个对星体的状态的一个非常好的诠释，和感官的印象有一种拟人的效果。我们脑洞一下，每一个行星在摩羯座中相互的纠缠着，而它们所发出的射线就像是抠砂、洋葱皮一样，一层一层的向外扫射着，这给我们一种如水波的相互的干涉的样子，也似乎是南北极的磁场所形成的磁力线一样，同时也给我们以一种2个电子通过双缝实验中出现的波粒二象性。这就是观察者效应。当有观察者时，它就出现了量子力学中的波函数的坍缩。所有的这些其实小到量子，大到天体，似乎都存在着对我们的影响。于是通过这样的联想或者联系或者是脑洞，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星象的相合能够给地球、给人类带来冲击了。如果有小朋友不理解波函数塌缩的话呢，请留言，这个说来话长，咱们可以单开一局。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谜团和未知，最重要的，我们不要轻易说不可能。就像是台大前校长李思岑教授所做的实验一样，他通过具有特异功能的人连通到了灵界，能够实现和灵界的意识体对话，并且当问到外星人在哪里时，那个意识体的回答是无所不在。当被问及是否可以看一看外星人时，意识体确实指引他们到一个距离地球400光年的星球上，而且通过遥视看到了那里的生物。这些实验正在改变着我们的三观，而且教授坚信，再过50年到100年，人类和灵界进行交流将成为常态化。这个我们以后会具体讲解。再说一下，我们就是地球。阿比亚讲，根据我多年来坚信的是，如果我们现在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是可以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的。如果我们能够重新的塑造当今我们每一个人与社会、与我们自己、与整个宇宙之间的活动，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与宇宙有关，因为我们的身体、思想和灵魂在各个方面都与宇宙有关。例如，即使当我们学习物理科学，我们也会观察到我们的身体与地球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整个地球是一块磁铁，我们人类的身体也是一块磁铁。地球是75%的水组成的，我们的身体也是由75%的水组成的。地球的各个组成都是与5个吠陀元素有关，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地球、水、火、空气和以太。那么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身体也有5种元素，也是同样的5种元素。我们和地球是由同样的元素组成的，因此以同样的方式，我们人类就会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承担它所带来的应有的结果。如果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也许我们可以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这是阿比亚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所讲的。这个其实给我们或者是在启发着人们对地球的理解，正如和咱们曾经所引用的神秘学大师萨古鲁所说的，非常的具有一致性。大师是这样说的：人类不单单是生活在地球上，而人类本身
就是地球。大家认同这样的说法吗？如果我们站在宇宙中展望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这个被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博士称作暗淡蓝点的星球，人类不就是地球的一部分吗？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是可以理解宇宙万物皆有灵性的定义的，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星系的变化和射线的交错会给地球和人类带来影响了。在725的预言当中，他曾经讲过，在2020年12月20日到21日，香河会在摩羯座第6度汇合，这个和2020年3月和4月的天象类似，也就是在3月的最后几天和4月的前几天。这一点呢，是阿比亚·阿南德在2019年8月对那个时候的形势做出的预测。因此呢，这个相同的香河天象再次出现。但是呢，阿比亚讲，这一次木星和土星这2颗行星以更强大的方式出现。关于相合或者是合相位，咱们曾经解释过，为了第一次看本频道节目的小伙伴们能清楚的知道咱们在说什么，这里呢再简单的解释一下。在所有的相位中，合相位的星体产生的能量最大，因此合相位从来都是星盘解读当中的重要部分。任何行星运转周期的最开始总是从相合位置开始的，一般定义它是2颗星体的力量的结合，或者相合带来的对冲。当2颗性质差异很大的星体相合，也需要平衡它们的极性，而极性分为阳极和阴极，或正相位和负相位。那合相位究竟是正相位还是负相位呢？这一点要取决于形成合相的2颗星体的性质，也就是看2颗星体分别是吉星还是凶星。当然还有中性星体。一般来讲，占星学当中，吉星包括木星和金星，凶星包括土星、火星、天王星和冥王星，中性星体包括月亮、太阳、水星和海王星。吉星与吉星的合相位当然就是正相位，吉星与中性星体的合相也是正相位。2个中性的星体的形成的合相，它的相位是中性相位。凶星与中性星体合相为负相位，凶星和凶星的合相，那么就更是负相位了。吉星与凶星相合的情况，就要参考2颗星体在所坐落的星座上哪颗星更加强势了。比如说金星和土星落在了双鱼座上，那么呢，金星就比土星强势，因此这个合相就属于正相位。而这次是木星和土星在摩羯座的合相，就是吉星和凶星的合相。而阿比亚讲过，这次木星输了，也就是说吉星并没有最终取得胜利，胜利的是代表凶星的土星。这就给未来的2年人类和地球带来了更为艰难的过程和考验。仔细的品味和脑洞一下阿比亚的说法，作为吉星的木星在这次相合当中输了，木星的射线是黄色的，黄色一般理解为帝王之色。而代表凶相的土星赢了，土星的射线是蓝色的，可见现在的世界真的被笼罩在蓝色浪潮当中了。联想到美国的大选，蓝色的民主党掀起波澜，近乎执政，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必然？这到底是预言还是天意？这到底是一种暗示还是诠释？看破而不说破，其为高深莫测也。今天的脑洞深扒就到这里，下一集系列中我们会继续展开，咱们不见不散。请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分享。独在异乡为一课，每逢孤独看飘哥。Peace out。
当有观察者时，他们就出现了量子力学。当有观察者时，它就出现了量子力学中波函数的塌缩。结合5个动作。